马哈本，大家好 ，Welcome to 安曼，欢迎来到安曼。我现在来到了约旦的首都安曼，这是我2023年约旦之行的第一站。今天第一期视频主要和大家分享两部分的内容。第一部分是关于约旦入境的2个实用信息，第二部分是介绍安曼市区必逛的3个地方，相信对打算来安曼旅游的朋友一定会有所帮助的。行，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约旦入境的2个实用信息吧。对于中国护照来讲，约旦并不是免签，而是落地签。如果购买约旦通的话，可以享受免签政策，更准确的讲，应该是免签证费。所谓的约旦通，就是约旦国内的景点通票，有3种套餐，最便宜的是70约旦迪纳尔。具体的购买方法可以参考约旦通的官方网站。落地签的办理流程非常简单，以从伊拉克陆路入境约旦为例，在边境口岸的出入境大厅内，先在1号窗口排队提交护照，然后等待签证官叫你去问话，一般是问来约旦的目的、待多少天、在哪里住、职业等信息。因为我是从伊拉克入境的，所以他还问了我在伊拉克做什么、待了多久、去过哪些城市，之后又打算去哪里等，反正就是实话实说就行了。问话之后去左手边的办公室办理落地签证，出示约旦通，然后会给你一张落地签的纸。如果没有约旦通的话，则需要支付40约旦迪纳尔的签证费。如果你是以旅游为目的的话，那我是强烈建议你购买约旦通，因为这个是最划算的。拿到落地签之后到第3号或者第4号窗口去拍照盖章。我看别人都要拍照，并且录入眼睛虹膜等信息，我的就直接盖章放行了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总之整个流程下来20分钟左右，还是挺快的。我是从伊拉克陆路入境约旦的，当天凌晨3点半，司机师傅就来酒店接我了。因为是拼车嘛，一路上又陆陆续续接了好几个人，直到早上8点多才正式出发去约旦。大概上午11点左右到达边境口岸，然后就排队等待过关。通关的时间非常长，首先伊拉克这边的关卡特别多，路上就过了3个关卡，离境的时候又有2个关卡。到达约旦之后呢，虽然关卡不多，但是约旦这边行李检查特别麻烦，所有的行李不仅要通过扫描仪，而且还都得开箱检查，好像是为了找烟，我看有好几个人的烟都被扣了，所以你们入境千万不要带烟。整个过程持续了近1个小时，直到下午1点半才正式入境约旦。Thank you. Perfect. 办完约旦签证，现在在等别人。在这个小店买了一个这个。下午5点钟左右到达安曼市中心，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从巴格达去安曼拼车的费用是每个人50美金，如果支付伊拉克货币是75000迪纳尔。提前和司机师傅约好，在约定的时间去酒店接人。车子是7座的商务车，至于怎么找车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谷歌地图。巴格达的这个地方有很多大巴公司的办公室，你们可以直接去咨询，也可以请当地人帮忙打电话咨询。另外进入约旦的时候还需要缴纳5约旦迪纳尔的费用，这个呢是行李费，不管有没有行李都得交，由司机师傅统一收取，然后统一上交。最后呢，车子会开到安曼市中心，所以在安曼的住宿最好不要订太偏的地方。安曼是一座古城，也是分为老城区和新城区。新城区完全就是现代化的城市了，所有的市政建设都是新的，建设的非常漂亮，你们看。
这一片呢，大概是安曼的高楼最为集中的地方，有很多高层建筑都在这里，建设的也非常好，非常漂亮。至于老城区呢，那绝对是安曼最有味道的地方，不论是街道、巴扎、传统的民居等，都充满了故事。其中有3个地方啊，一定不要错过。这是安曼城市中心的主街道，这也是当地最热闹的地方。往这后面走呢，就是一个步行街，有很多金店呢，卖首饰的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类似于步行街的，在前面那一段，这里还有一个购物中心呢，马蒂莫。这边很多金店呢，你看，全都是卖金子的。这个应该是卖银的，银子、银首饰。这条道路和前面那条道路中间的小巷非常的拥挤，你看。它这边的氛围还不错，挺好的。现在人还不够多，要等再晚一点，人就特别多。整个这一段路的氛围感还是特别好的。那这到主街了，这里是主街道了。这条道路也是最繁华、最热闹的地方。这些建筑啊，都是比较有历史感的建筑，也有很多酒店就在这里。你看，这里就是一家酒店。这剧场的规模啊，其实不算大，和在土耳其看到的很多罗马剧场相比呢，这个规模算是比较小的了。但是这里的人气啊，真的很旺，可能是因为在市中心的原因吧，所以游客非常多。除了有游客，还有当地人。你们看一下这场景，你们看一下这场景，哇，坐的全都是人。我现在准备到山顶去，你看到顶部去看一下，从这里上去，噔噔噔噔，到顶部去看一下，噔噔噔噔，哎呀，我去，哎呀，这个好窄啊，这个楼梯，你走路要小心，身子要往前，因为它这个往后滑的挺严重的。哎呀，这个石头特别窄，一个鞋走不了。又上来了。哦，看看这下面，你别说，这个真的还是挺高的。你看看，那前面那个就是广场了，这个中间这个门是进入的门。这个剧院呢，它是为了纪念公元130年访问安曼的罗马皇帝安东尼乌斯皮乌斯而建造的。整个剧院的面积呢是7600平方米。Hello, I see you. You want to take a photo? Hello. That's all I know yet. What?
You and this. Take a video. You want? Yes. Okay. أصغر كاميرا بالعالم. This is video. 往这边走就是去安曼城堡了，可以看到城堡的城墙，这算是遗址了，因为整个城墙大部分都被毁掉了，现在只剩下这一点点。我们现在准备去里面看一下。安曼城堡啊，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城堡，它是有很多的不同时期的历史建筑构成的一个区域。因为安曼城被不同的帝国所统治过，在不同的时期呢，这个地方呢有不同的建筑所以留下了很多遗迹，所以整个这个山上就被称为安曼城堡。但其实它并不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堡，因为它所有的建筑是不同帝国所修建的，而且横跨的时间幅度比较大。你看看不同年代被不同帝国所统治过的，这个是阿巴斯帝国吗？不知道啊，这个是奥斯曼帝国。然后这里是罗马和拜占庭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波斯帝国，其他的我不知道。然后这门口还有一个咖啡厅，坐在这里一边喝咖啡，然后就可以看到安曼城，还不错吧？这里还有2个椅子呢。然后这个下面呢就是考古的博物馆，应该是过不去吧，只能站在这个地方看了，那个地方下不去的，它这个门是关着的。那个地方还用那个塑料布盖起来了，应该是还有地方没有发掘，或者说需要简单的保护吧。这整个这一片都是考古的遗址啊。这里呢是一座寺院的遗址，它是在罗马占领时期修建的，而且它是比罗马任何一座寺院的规模都大。但是现在呢，已经剩下这样的一个遗址了。它这个被毁倒不是因为战争的原因了，而是因为周期性的地震的原因。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只剩下这个样子，也算是非常难得了。几千年来有那么多次地震，然后剩下了这样的一个柱子，算是非常难得了。它整个一片都是整个一片都是。这个是看安曼城的全景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安曼城的全景，是不是很不错？这里呢是一个城堡的地面水箱，也叫沃玛亚水池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。这就是蓄水池了，是一个立方形的。它这个城堡里面其实有很多蓄水池，这个呢是最大的一个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30年，像不像中国的一个瓮城？这个地方是一个清真寺，但是实际它以前是一个罗马的那个寺院，然后后来伊斯兰化之后呢，这个地方就改成了一个清真寺了。从远处看可以看到清真寺的穹顶，看到吧？清真寺的穹顶，但它的建筑呢，其实是一个罗马的寺院的建筑，a temple。进去看一下。通到后面。然后，哇，这个清真寺的穹顶，它居然还是用那个木头做的，你看到吧？是木头的。
哇，漂亮！我感觉现在这些建筑啊都是地基建筑，真正上层建筑全都没了。在这里游历啊，给我的感觉呢特别像波斯波利斯。因为波斯波利斯啊，它也是这样的，就是大部分建筑都被毁得特别严重，看不到一座就是比较完整的建筑。跟波斯波利斯的感觉还是很像的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是在安曼城市中心嘛，所以啊，这个地方开发的旅游设施、旅游的配套设施呢，相对较为完善，开发的也相对较好。来安曼城旅游的话，这个地方可以来看一下，挺好。约旦通的话是免费，但是我进来的时候，他没有刷我的约旦通的那个二维码，他直接让我进来了。由于安曼城的建筑啊，大部分是沿山势而建的，居民的房屋基本上都修建在山上，所以你随便爬上一个山头，你就能欣赏到安曼城的城市风景。如果在晚上的时候，会更漂亮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安曼这座城市可还好呢？安曼呢，作为约旦的首都，只有这3个地方值得一逛吗？那当然不是，在安曼周边呢，至少还有3个地方一定不要错过。只是距离有点远，需要各自安排1天的时间，所以接下来几期视频呢，我会带大家去这几个地方看一下的。行，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，那咱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